家好，我们今天来到了 Capilano Suspension Bridge Park， 就是加拿大，不是加拿大，我的嗓子都劈了叉了。就是温哥华很知名的一个景点，吊桥公园。完蛋，小叉。我们这个吊桥公园的门票据说非常的贵，成年人78 ，Senior 72 ，Student 64，小朋友、年轻人13到17岁是49 ，Child 28，加上税163的2张票啊，我们来到了吊橋公園。哦。这都是真南瓜哎！我以为那个只有橘黄色的是真南瓜，没想到这白色的也是真南瓜。哦，真的是南瓜耶！看来这个是不是也是真南瓜？呵。这有点像个，呵，嚇我一跳。原住民的一些图腾。看一下，它这是有什么历史吗？还是什么 ？Capilano 7th Generation Pool， 呵，也吃海鮮。这个人就是 Capilano Joe Capilano。首領吧，这地兒都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原住民的一個紀念區可能是。真難怪，老外的這些南瓜都長得奇形怪狀的，這也長得也挺漂亮的，有點像毒南瓜。這個就是那個吊橋，所以我們就是進來看這個吊橋是嗎？這個是 Capilano 的 Raven Pole， 自私的酋長把月亮和星星放在3個盒子裡，詭計者烏鴉把自己做成了一根松針，漂浮在水面上。所以它這邊的每一個 pole 都是有不同的意義的，都是有它的故事的。這個就是 Raven Pole。It's here， 上面是個烏鴉嘛，烏鴉嘴。Raven， 這個又是什麼 pole？ Monkey pole， 這是個 monkey 嗎 ？Tired wolf， 反正就是每一個它都有不同的意義。這原住民的圖騰都好漂亮。Capilano Suspension Bridge, Treetops Adventure, Cliff Walk。这俩也在這看吊橋呢。嚯！我已經開始晃上了。這個橋已經100多年了，好像1887年還是1883年建的。富貴，呀，這橋挺晃的呢，所以每個人都扶着，你不扶不行。這橋真的是在這樣晃哎，有沒有啊？真的，富貴在那裡。這邊好漂亮啊！我猜這底下這個河就是 Capilano River。超級美，陽光超美。我感覺手機要握住了，千萬不要掉了，這掉下去就真的就沒有了。這橋真的是很晃哎！這個橋130米長，70米高。
那底下有好多那個，就是像散落在叢林裡的精靈的那種燈。這算是個啥呀？這算是個有點像個主題公園了，就以這個吊橋為中心，建到一個人工痕跡非常重的主題公園。它這個是十足的算人工。對，它連那個裝飾啊，還有裡邊的那些什麼燈啊，都是人工成分十足的。就它不算是一個純天然的一個景點，它也是有一些想法在的，主題在的。哦，這邊就是繞着各種樹的橋，然後是萬聖節主題的各種骷髏爬的樹。這裡有一個巨大的松鼠，盪秋千的巨大的松鼠。就整個的它的規劃，這個 park 裡面的規劃還是不錯的，就像是一個自然與人工結合的童話森林。貓頭鷹、鳥窩，這個蛋。Attention, extreme nature ahead. 前面就是極致的大自然。Hello， 有人嗎？有人嗎？把我的仙氣兒吹進去，它會不會升起來一個 whatever creature？这個跟隨機，我剛才試了一下，讓它跟隨我嘛。然後在這個崎嶇的吊橋上，它就跟不住我。按平時它是可以跟着我走，結果嘞，它現在有這個欄杆的話，它就卡在那個欄杆那兒，它就找不着我了。我給大家表演一下跟隨啊。走走。设備發生碰撞，它按在平地上的話，它是可以跟着我走的。然後它現在有了這些障礙物吧，它就沒有辦法跟着我繞着走，就走。我上了橋，它跟着我橋走沒有問題，但是呢，上了那個欄杆以後，上了樓梯以後就不行了。檢測到碰撞還跟我說，它就只能走這個直路，直路還行。你看直路跟着還行，但是呢，稍微有點轉彎、有點欄杆就不行了。跟隨機還是需要進步的啊，只能直着跟。有2個機位。你看，他就不会，他就要撞樹了。過來這邊來。你看，他就找不着我了。哎，過來，來，過來。跟着我，他就不會跟了。呵，他為了跟隨我，所以他要低下來。他是修的這些吊橋，小吊橋啊，它都是錯落有致的，有高低起伏的，讓這整個環境互相關聯、互相串聯起來的。我又看到了那個大松鼠。紅景別雙機位嗎？
看看是跟隨機拍的好，还是富贵拍的好。他应该让他再斜着跟着我，他可以从前方跟我。算了，他还是不太中用的。关键时刻还是得靠咱家富贵，这个是不懂得变通的。今天就是来这个 Capilano Suspension Bridge 这邊來試我的跟隨機的。我跟你講，要是沒有這個跟隨機，咱這個75塊錢、78塊錢花的就不值，你知道嗎？吊橋上的葉子也超級漂亮，底下這個小池塘裡飄的全部都是南瓜，非常的有秋天的節日氣氛。所以這個算是一個主題公園，對吧？以吊橋為主題的主題公園。它一個100年歷史的吊橋的森林周圍，建造了各種小的吊橋，來感受一下這公園裡的自然景觀。在這兒，嗨 ，Hello， 自然景觀，這葉子好可愛哦，它中間還是綠色的，邊邊已經變黃了，像一個小手掌一樣，衝在上面。我現在在這個樹上面，它就像好多小手在衝我要糖一樣的感覺。平地上跟還是沒問題的啊。哦，這個橋，這不就是剛才那個？這能跟我上來嗎？跟得上來。是我們剛才就從這個橋上面走過去了，轉不過來了。Hello， 轉過來了。對，它反應慢，你知道嗎？它得讓它慢慢的轉。嗯，可以。Yeah, I know there's some air. Like I just wonder if they put like some sort of chemical in it. 這邊雖然這個公園對於大朋友來說沒有特別的有趣，但是這些葉子還是很漂亮的。我可以在這裡撿撿葉子，你看這葉子都好大。但是這個吊橋，我覺得還是值得來的。就是這個票價，我覺得還是有點貴的，75、78。我在網上查的時候是75，它現在已經到78了。還有稅呢？還有稅，加上稅，總共咱們兩個人是163。我們現在要走入到了一個神秘的小屋裡。哦，噔噔噔噔噔噔噔，魔鏡魔鏡，你說這世界上最美的女人是誰？啊，她還真叫呢。呵。The winds of fate whisper my name and empower me with the forces of darkness. 我要挑戰徒手走吊橋，就是不服徒手走，還是挺晃的。沒扶啊，沒扶。這橋超級晃。啊，前面沒有人了。這走這一路真是非常考驗小腦，挑戰成功。我們之前用的是大疆，然後現在換成了Hoover 哈弗。大疆用習慣了吧，然後用這個用的不是特別習慣。如果不買它那個控制手柄的話，用手機控制就比較困難。這裡邊燒火的，裡邊還是個骷髏頭。剛才我看到有小朋友啊和家長在這裡烤棉花糖，在這烤火取暖。這時候就缺個棉花糖或者是烤串兒。Cliff walk， 什麼懸崖漫步？懸崖漫步，看看它有多麼的懸崖峭壁。上面流下來的什麼東西啊？看，這是從上面流下來的。哦呦，感覺黏黏的，是從上面流下來的。帶着我的葉子走懸崖峭壁。
這絕對氛圍感拉滿，還有音樂，還有这些装饰，讓你這個吊橋 Cliff Walk 體驗感拉滿。所以它是比普通的爬山，就是只是在山裡徒步要有趣多了。所以這裡的樹長這麼高，養分、水分都是從霧氣裡吸收的。這些樹，我今天穿着我這2條褲腿不一樣的褲子，被一個美女問了好幾次，說了好幾次。第一次遇到我的時候就說這褲子真好看，第2次就說哎呀，我真的希望有更多的褲子是這麼設計的。然後第3次說你在哪兒買的？的確是，就為什麼不會有人多做一點這種就2個褲腿不一樣顏色的jeans 或者褲子，這種設計還是挺酷的，挺與眾不同的。但是 Cliff Walk 從就是繞着這個懸崖一直走過來，我們走過來就可以看到這裡有多高。然後底下的這條河很厲害哦，它每年有2 million 條魚從這條河回到大海，就是從這裡誕生的，然後順着這條河回到大海。因為它每年的洄游，三文魚洄游，母魚在這裡能下2500個魚卵，然後當它孵化以後，就會有2 million salmon released to the ocean。剛才那個牌子上寫着有一種三文魚，好像叫 coho， 它們每次回流，它們是靠着這個河流裡的氣味來做向導，來回到它出生的地方。所以三文魚很厲害哦，是靠气味，水裡的气味洄游的。下邊還有樂隊，呵。那才是釣魚，釣的魚也是骷髏，繞一周，看看這個樹有多粗，特別粗，哇，看。好粗的一棵樹啊！它每走幾步啊，就會根據這邊的植被啊，或者是環境啊，有一個小知識本。你看後面就全部都是這個蕨類植物嘛，它上面就寫着 Ferns existed before people and even before dinosaurs。蕨類植物比人類和恐龍存在的都早。這邊有好多有趣的小知識，我就不一一學習了。但是說到這個節約用水的事情哈，哪個國家用水最多？美國，然後是加拿大。這個我深有感觸，因為我從小受的教育要節約用水嘛，咱們都是要節約用水。比如說你洗碗啊，或者是你幹什麼的時候，你就中間你就把水關掉，就不要一直讓它流。但是我來美国，我就發現真的是他們沒有節約用水用電，就這個理念好像很少有，尤其是這個水，就經常就是看着我原来朋友就洗東西啊，就一直在流水，一直在流水。我說你把水關上，把水關上，他還很奇怪的看着我。但是綜上所述，要愛護我們的地球，愛護我們的環境，節約我們的資源，節約用水。我看基本上都是帶小朋友來的，我覺得帶小朋友來肯定特別好，因為有很多知識也可以學，又能接觸到大自然，又有很多的，比如說主題。我在想，這個主題是不是過幾天就變成聖誕主題了？ That's right. Yeah. It's okay. Hi, can I get a sticker? Totally. You can totally Thank you. 1, 2, 3. Nice. And feel free to take some candy as well. All right, thank you. Kit Kat, my favorite. And oh my, that's cute. There we go. Thank you. 你過來一個嗎？ Beautiful. Awesome. That's a winner, I feel it. Yes. It's a win-win situation. Yes. Thank you. Thank you. You too. Bye. Cute. 這叫什麼水塔嗎？和這是浣熊嗎？浣熊和就在房車上可以。今天的 Capilano Suspension Bridge Park 逛完了，人家的定位其實我後來想了想，它就不是國家公園，它就是一個主題公園，因為它做了很多的設計啊，做了很多的布置，所以它的這個價位我們是不應該和美國的國家公園比的。美國國家公園你只要一張票，年票80塊錢，你所有的國家公園你一年當中無數進入，它是 annual pass。它是隨便進，隨便哪一個公園都可以用。
但是像今天这個就是價位的確是我覺得貴了一點哈，78塊錢一個人，然後加上稅163兩個人，我們倆走來走去花了一個多小時不到就出來了。但當然你帶着小朋友去，一下午的話，有吃的有喝的有玩的有學的也挺好哈。但是對於我們來說，我覺得還不錯。最重要的是，我今天在公園裡邊用了我的跟隨機。我們之前用的無人機呢是大疆的，然後被我玩炸機了，翅膀它是沒有保護的嘛，然後就被我一不小心撞到樹上，咵掉下來了。我本來想修它，但是修呢，美國這邊說要等半年以上，因為現在沒有零件。然後我又想，要不就買一個新的也没有貨，因為它現在這個關稅特別高，所以這個大疆無人機好像都比較難買。尤其我如果在 Costco 買的話就更沒有了， Costco 價位是最便宜的。然後我們就在 Costco 買的現在這一款叫 Hover 哈弗，它是主打跟拍機，它的航拍功能我覺得不是特別好，除非你要買一個那個搖桿，因為我現在的手機控制它航拍的話，它搖鏡頭就非常的不 smooth， 就是我像平時我搖一下，它那個鏡頭是這樣走過去，這個航拍的話，我就過去了，就看起來這個鏡頭是非常不舒服的。當然它主打就是跟拍了，像騎車或者是滑雪，它比較好用，它在一個空曠的一個地方，你速度很快，它可以跟着你走。像我今天它跟着我走的話，如果有障礙，它就有一點不太聰明的樣子。還有一點要提醒大家，像國家公園呀，還有像我們剛才去的這個吊橋公園，它其實是不讓使用無人機的。所以你的這個無人機如果說飛得很高很遠，規定是不可以的。但是因為我剛才是跟拍嘛，就是其實和富貴拿着相機跟着我走是一樣的，就是和我是一個平視的一個狀態，就還好。就是但是如果在這種地方是不讓用無人機的喲。好吧，那就這樣吧，今天就這樣啦，拜拜。石門大橋的這個橋上這3條路，中間這條路是機動的，它是根據每邊的車流量多少來決定它是叉還是箭頭。像我們這邊的這個車流量就多，它就變成了我們這邊的車道。可能比如說上班的時候啊，或者是什麼時候對面多的話，我們這邊就成了反方向的車道。科學，挺科學的，非常科学。하루는 생각보다 조용히 날 두고 지나치는데 고장난 시계바늘처럼 난 멈춰있는 것만 같아. 흘러나온 노래 가사에 우리의 이야기가 담겨있네. 네가 웃을 때 난 뭘 잊고 있었을까. 마음이 시끄러운 게 그때는 몰랐는데 무심히 찾아온 네가 반가워. 방 안 가득 구름을 띄웠었지. 말하지 않아도 알 것 같은 그런 사이가 될 거라 믿었어.